日本的神话到底有多离谱呢？公元681年，日本的第40代天皇天武天皇召见了2位神秘人物。这2个人，一个叫做泰安万履，是天武一朝的史官；一个叫做百田阿里，是日本民间的史学家。天武天皇召见他们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他们仿照隋唐的风格，来重新编写日本的史书，最好能够将日本的天皇描述成为是天神的血脉，以此来证明天皇之位的君权神授。按理来说，这算是古代统治者惯用的一个手段。不过，在这个编写的过程中，他们却又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一些小小的日本震撼。于是，我们就听到了接下来的故事。在百田阿里的口中，日本是这么出现的。他说，在很久之前，天地还是一片混沌，在一个叫做高天原，也就相当于天庭的地方，陆续诞生了多位神灵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伊邪那美和伊邪那岐。这2个天神既是兄妹，也是日本神话中的人类始祖。天武天皇疑惑地问，既然他们是兄妹，那怎么能够繁衍人类呢？百田阿里说，这个好办，他们假装不认识对方。所以这兄妹2人就约定，他们背靠着背，绕着一根柱子行走，如果能够相遇，那就结为夫妻。于是他们就不出意外的相遇了。相遇之后，伊邪那美说，好一位英俊的美男子，伊邪那岐则回道，好一位漂亮的女子，这就算是完成了结婚的仪式。结果第一次繁衍却生出了一个畸形儿，一个浑身没有骨头的水蛭子。看到这个畸形儿，2神极为的不满意，于是他们就去请教众神，询问为什么会生下怪胎。众神搞了一套极为复杂的仪式，结果却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。什么结论呢？结论是他们绕着柱子行走，在相遇的时候是女子先开口说话的缘故。找到原因之后，2神又重新举行了结婚仪式。果然这次的繁衍确实没有再生下怪胎，生下了什么呢？生下了8个岛屿。这8个岛屿就是后来日本的国土，可以说每一步都出乎了读者的意料。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个创世神话不是什么野史，而是正儿八经的官方历史。精彩精彩！那接下来呢？天武天皇问道。百田阿里说，接下来伊邪那美和伊邪那岐又陆续生出了30多位神灵，其中包括我们的海神、河神、风神、原野神等等。于是日本就有了山川草木、飞禽走兽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在伊邪那美生育火神时，没想到被火神的烈焰灼伤，最终在重伤之下丢失了性命。期间他的身体、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又分别化成了9位神灵，可以说非常的合理。失去了爱妻之后，伊邪那岐异常的悲伤，于是就趴在妻子的身体上哭泣。这一哭不要紧，没想到眼泪又化成了哭泽女神。悲伤的伊邪那岐把爱妻的死因全部都算在了儿子火神的头上，于是他又亲手杀掉了火神。这一杀不要紧，火神的血液和躯体又分别化成了8位神灵。显然这里就结合了粘土造人的神话，不过又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，充分说明了天神无处不在的理念。杀掉儿子之后，伊邪那岐突然想到自己可以去黄泉寻找儿妻啊，于是他就立马来到了黄泉国，并且找到了身处黄泉的伊邪那美。按理来说，英雄救美女，伊邪那岐营救妻子，应该就是接下来故事的重点。但百田阿里却不这么想，他有着自己的一套想法。他说，伊邪那岐在黄泉国中无意间看到了伊邪那美全身爬满了蛆虫，浑身上下已经全部溃烂的模样。看到爱妻的这副模样，伊邪那岐拔腿就跑，心中再也没有了半分的幻想。同样，伊邪那美在看到丈夫看到自己拔腿就跑的模样之后，心中极为的愤怒，于是就立马派出了黄泉的魔君，说什么也要把他留在黄泉。就这样，2个相爱的天神突然翻脸，你追我赶的来到了黄泉出口。看到了伊邪那岐远去的背影，伊邪那美气愤地诅咒道，你既然这样对待我，那我就每天杀死你1000位子民。伊邪那岐则回应道，你要每天杀死我1000位子民，那我就每天生出1500位子民。合理合理，所以人间就有了生老病死。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？百田阿里继续说道，回到人间之后，伊邪那岐来到了一条河边，想要洗清这一趟黄泉之路的污秽，然后他就脱掉了身上的衣物。这一脱不要紧，身上的帽子、首饰、外衣、内裤分别化成了12位神灵。他洗了洗身上的污垢，又分别洗出了10位神灵。接下来洗洗左眼，出来了一个天照大神，也就是日本的太阳女神。洗洗右眼，出来了一个月读命，也就是日本的月亮女神。最后再洗洗鼻孔，又出来了一个须佐之男。这里显然就参考了盘古开天中左眼为日，右眼为月的说法。以上这3位被合称为是3贵神，是伊邪那岐最尊贵的3位子嗣。在伊邪那岐的安排下，他们分别管理着天界、人间和海洋。接下来伊邪那岐就退了场，故事的主角变成了须佐之男。百田阿里说，须佐之男不愿意管理海洋，他一心要去黄泉寻找生母，尽管他是一个单性繁殖的天神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他决定先去往天界和自己的姐姐天照大神告别。得知须佐之男要来天界的消息之后，天照大神立马就全副武装，在天界的路口拦住了弟弟。为什么要拦住须佐之男呢？天照大神认为他心怀叵测，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告别。须佐之男说自己光明磊落，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告别。那怎么证明他们之间的孰对孰错呢？天照大神说，让我们生子为证，如果生的是女子，那就说明你心灵纯洁；如果是男子，那就说明你不安好心。结果天照大神生下了5位男神，须佐之男生下了3位女神。
那这不就证明须佐之男心地纯洁吗？百田阿离说对，但是因为和姐姐打赌赢了，须佐之男太兴奋了，所以他就开始在天界撒欢。怎么撒欢呢？他先是踩毁了天界的耕地，然后又破坏了天界的水沟，在整个天界四处大小便的同时，又失手杀掉了一位天女。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些都是古书中的原文。你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天皇疑惑地问。百田阿里说别着急，在众神见识到须佐之男的破坏力后，就联合驱逐了须佐之男。离开天界之前，须佐之男想要品尝一下天界的美食，于是他就找到了掌管食物的大崎京比麦神。大崎京比麦神答应了他的要求，转头就从鼻孔、嘴巴和肛门处吐出了大量的美食。这是大崎京比麦神创造食物的过程。然而在须佐之男看来，这却是对他的侮辱。于是还没等他吐完，须佐之男就杀了大崎京比麦神。随后只见大崎京比麦神的身体又转而化作了各种的粮食，于是日本也就有了五谷杂粮。到了这里还没结束，被赶出天界的须佐之男来到了人间的出云国境内。他在一条河边看到了正在哭泣的2位老人和一位漂亮的少女。于是须佐之男就问：你们是谁？为什么在这里哭泣？老人说：我叫足名追，妻子叫守名追，这是我的女儿志明田比麦。本来我有着8个女儿，但随着这里有条八岐大蛇，每年都要吃掉我1位女儿，不然就要毁掉这个国家。今天晚上我最后1位女儿也要被吃了。须佐之男说：别怕，我帮你除掉这头怪物，然后你再给我你的女儿。双方一拍即合。到了晚上，须佐之男找来了8个酒缸，灌醉了爱喝酒的八岐大蛇，然后又抽出了腰间的10拳剑，依次砍下了大蛇的8个脑袋。在砍到中间部分时，须佐之男从八岐大蛇的身体中找到了一把异常锋利的宝剑，而这把剑就是天丛云剑。它与八指镜、八尺琼勾玉并称为是日本的3大神器，也就相当于日本代表天皇之威的玉玺。天皇听了极为满意。那接下来呢？百田阿里继续说道，接下来又换了一个主角，叫做大己贵，他是须佐之男的60孙，另外他有着80个兄弟，被合称为是80神。大己贵天生善良，而另外的80神则继承了须佐之男喜怒无常的性格。这81位神灵都喜欢邻国一位叫做八上姬的美女，八上姬最终选择了仁爱的大己贵，而这也就引起了80神的嫉妒，他们计划着杀掉大己贵。他们先是用烧红的石头砸死了大己贵。大己贵在天界的母亲听说后，连忙四处求情，终于复活了大己贵。看到大己贵复活之后，80神又用巨大的木头夹死了大己贵。大己贵的母亲又四处求情。这次复活之后，大己贵的母亲对他说：你还是离80神远一点吧，可以去你父亲须佐之男的地盘。到了须佐之男的住处以后，大己贵一下又爱上了须佐之男的女儿须里世姬，两个差着5倍的天神瞬间就这么私定了终生。这里就重点说明了大己贵的人见人爱。须佐之男也宠爱大己贵，但他宠爱的方式有些特别。他先是让大己贵住进了一个满是毒蛇的房屋，第2天看到大己贵还活着，然后又让他住进了一个满是蜈蚣的房间。第3天看到大己贵还活着，须佐之男就把他困在了一束火海之中，每时每刻都想着弄死大己贵。须佐之男为什么这么对待大己贵呢？因为他想要考验大己贵。须里世姬知道父亲做的有些离谱，这么考验早晚得杀了他，于是就和大己贵趁着须佐之男睡着的时候偷了他的宝刀和弓箭，打算就这么远走高飞。结果没想到在离开的时候却意外惊醒了须佐之男。看到眼前的场景，须佐之男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还把人间的控制权交给了大己贵。于是就这样，大己贵就成为了人间之主，建立了一个安定繁荣的国家。听到这里，天皇兴奋地说：那是不是说我就是大己贵的后代呢？百田阿里说：不是。在很久之后，天照大神突然想起了人间，于是就问现在的人间到底是谁在掌控呢？旁边的神告诉他是须佐之男的后代大己贵掌控。天照大神一听须佐之男，马上就让人收回了人间的国土，然后又派他的孙子穷穷楚宗下凡去管理人间的事务。这个就是日本神话中的天孙降临，而这个穷穷楚宗就是日本第1代天皇神武天皇的曾爷爷。至此，天武天皇终于完成了君权神授。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我是白同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